一个掌控皇帝和首都的人，为什么要亲手烧掉自己最大的政治资本？公元190年春，洛阳城开始向西移动，不是城墙在走，是皇帝被送上车队，百官被驱上道路，数十万居民在骑兵催逼下离开家门，留在原地的宫殿、官署、宗庙和民居，随后全部被点燃。初平元年正月，消息一封接一封送进洛阳。袁绍起兵渤海，韩馥响应冀州，袁术屯兵南阳，曹操散尽家财在陈留招募义兵，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宙、河内太守王匡、东郡太守乔瑁、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面几乎所有拥有兵力的州郡长官同时宣布不再接受洛阳发出的命令，各路人马开始移动。河内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北岸，酸枣方向10几支部队正在集结。南阳的袁术切断了南面通道，董卓手中凉州兵大约10万出头。洛阳地处伊洛平原，东面没有一道关卡可以挡住联军推进，城门之外就是开阔地，骑兵从酸枣出发可以直抵城下。董卓没有选择守城，他召集群臣，开口只说一个方案：迁都长安。司徒杨彪第一个站出来，他说迁都是天下大事，不可轻动。昔日盘庚迁殷，尚有英明不服，请太师三思。董卓右手按上刀柄，叮嘱杨彪：你想阻拦国家大计？杨彪不再说话。太尉黄琬跟着开口，换了个角度：关东兵不过乌合之众，不足忧惧，何须迁都？董卓没有反驳。散朝之后，杨彪、黄琬被免去官职，当天收回司徒、太尉印榜，两人降为庶人。但让董卓真正动杀心的是另外2个人：城门校尉武琼、督军校尉周弼。此前正是这2人向董卓建议，袁绍、韩馥与其留在洛阳生事，不如放出去做地方官，让他们远离中枢。董卓听了，给这些人州郡长官的印榜，放他们出京。现在这些人带着兵回来了。董卓派人叫来武琼和周弼，他坐在上位，声音已经完全变了：是你们让我用好官放走这些人的，现在他们各据州郡举兵向我，你们怎么说？2人被拖出府门斩首，尸体留在台阶下面。当天黄昏，消息传遍朝中。第2天早朝，没有第3个人再开口说不，迁都命令正式发往各部执行。命令下达后第2天，骑兵进入洛阳街巷，士兵逐户敲门，开门慢的直接踹开，所有人必须立刻离开，能带走的只有1辆牛车装得下的东西，几袋粮、1捆衣被、半箱锅碗，其余全部丢在原地。富户的仓库来不及搬空，士兵进去看见什么拿什么，有人拦着不让搬，当场被刀背砸倒在地，数十万人被驱上西行道路，车挨着车，人挤着人，路面很快堵死。后面的骑兵不管前面能不能走，持矛催逼，马蹄踩进人群边缘，走不动的老人被推到路旁沟里，倒下去以后再没有人回头看。后面的车轮从尸体上碾过去，继续向前。《后汉书》用8个字记录这条路：不其驱促，更相导介。沿途没有粮站，朝廷不管百姓吃什么，士兵向路人索要钱财，给了放行，不给就砍。妇女被从人群中拖走，车轴断裂的整辆丢在路中间，后面的人踩进田沟绕行，孩子的哭喊声淹没在车轮和马蹄的噪音里，母亲被人流冲出去几十步远，回头已经看不见。从洛阳到长安400余里，等队伍前端抵达长安城外时，道路2侧的尸体已经多到无人收埋，有饿死的，有被踩死的，有被士兵顺手杀掉的，400里路上全是。人还在路上挣扎着向前，董卓已经转过头，开始处理身后那座空掉的城市。他先派吕布进入地陵，命令具体撬开棺椁，取走随葬。东汉历代帝王和公卿的墓被一座一座打开，金器、玉璧、铜具从墓穴中抬出来，泥土和腐气沾满士兵的手臂。200年间帝王积攒的陪葬之物，几天内被搬空，装上军需车队运走。陵墓挖完，下一步是城市。南宫先烧，士兵把油纸泼上梁柱，火把掷进殿门，木结构瞬间引燃，火焰沿廊柱蹿起3-4丈高，琉璃瓦在高温中炸裂，木船烧断后整面屋顶坍塌落下，砸起一大团火星。北宫接着烧，然后是太尉府、司徒府、尚书台，所有官署建筑逐一点燃，然后是太庙和宗庙，最后是剩余的全部民居。命令是方圆200里之内不留一栋完整建筑。火烧了很多天，每天都有新的区域被点燃，浓黑的烟柱在伊洛平原上空汇聚成低沉的云层，几十里外清晰可见。夜间整个西北方向天际线通红，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落日。等火最终烧尽，洛阳只剩下焦黑的地基和东倒西歪的残墙。
追兵如果要穿越这片废墟继续向西，他找不到一面可以依靠的完整墙壁，一口可以打上水的井，一间可以囤放粮草的房子。每向前多走一步，补给就要从身后多运一步。200里焦土就是董卓留给追兵的唯一回答。洛阳在燃烧的时候，联军在做什么？袁绍驻兵河内，按兵不动。酸枣10几路人马各自扎营，主要活动是集会饮酒。曹操走进联军大帐，他站在所有人面前开口：诸位举义兵以诛暴乱，大军已急，诸军何宜？他把方案讲得具体。袁绍领河内兵南下，扼住孟津渡口；酸枣诸将向西推进，占据城高，控制敖仓粮食，各部分据险要形成合围。现在董卓正在烧城撤退，如果不趁他立足未稳追上去，等他在长安站住脚，再想打就难了。帐中安静，所有人看着曹操，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一个人开口说我去。曹操转身出帐，带着自己那几千人向西出发了。他推进到荥阳汴水一带，迎面撞上董卓部将徐荣。凉州兵兵力远超曹操手中这支新募之军，交战即溃，曹操的士兵四散奔逃。混战中，一支箭射中他肩膀，坐骑紧接着中箭倒地，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堂弟曹洪从混乱中冲到他身边，跳下自己的马，把缰绳塞进曹操手里。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你。曹操翻上马，趁夜色冲出包围。他收拢残兵，一路退回酸枣，肩上的箭伤草草包扎，血还渗在衣甲里。他走进联军营帐，帐里的人还在饮酒，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问他这一仗怎么样，没有人因为他的失败而改变任何决定。联军继续坐着不动。曹操站在帐门口看了一阵，从这天起，他对这个联盟不再抱任何期待。所有人都停下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没停。孙坚从长沙出发北上，经南阳进入豫州，一路与董卓军正面交战，在梁县东被徐荣击败过一次。他收拢溃散的士兵，继续向前，在阳人聚再次撞上董卓部队胡轸和吕布。这一次他没有退，敌军被击溃，都督华雄被阵斩。演义把华雄这颗人头交给了关羽，写出温酒斩华雄。但正史中真正杀死华雄，真正从南面一步一步打到洛阳的人是孙坚。他进入洛阳那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不是因为他击败了守军，是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守军，没有居民，没有任何活着的城市功能。宫殿只剩焦黑的台基，街巷空旷，人的脚步声在残墙之间回响很远。几个没来得及被驱走的流民蹲在废墟边，用手翻找灰烬中可能残存的谷粒。风从城墙的巨大缺口灌进来，卷起地面的黑灰，又缓缓落下。方圆200里不见一面完整的墙。孙坚没有继续向西追击，空城没有粮仓，他的军队无法靠废墟存活，而且后方的补给已经出了问题。袁术停止了向他供粮，但他做了一件事，他命令士兵找到被吕布掘开的地陵，清理墓穴中的积水和垮塌的碎土，重新封土夯实，在陵前设坛祭祀。整个联军之中，只有他为洛阳的死者做了这件事。关于孙坚是否在洛阳枯井中得到传国玉玺，正史正文未载，裴注《引江表传》保留了这一说法。无论玉玺是否存在，孙坚都必须离开。他带兵南撤，途中刘表派兵在路上截击他。诸侯的刀已经开始从董卓身上转向彼此。董卓杀五琼州毕，朝堂闭嘴，驱100万人西迁，填补关中空虚的人口，焚洛阳方圆200里，让追兵无处落脚，无粮可征。3步连在一起，构成一次完整的焦土撤退。联军确实停了，追击确实失败了。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是一次有效的战略收缩。但从这一天起，董卓永远失去了代替朝廷说话的能力。一个焚帝都、掘地陵、取百姓踩踏而死的人，即使手里还捏着皇帝，天下也没有人再愿意服从他发出的任何一道命令。他用一座200年的首都买下了军事上的存活，代价是政治上的彻底死亡。公元190年夏天的洛阳，安静得不像一座城，没有钟鸣，没有车辙声，连飞鸟都很少经过，他们早已被多日大火驱离。孙坚修完地陵，带兵南归。曹操养好箭伤，独自前往扬州募兵。袁绍开始向韩馥索要冀州。袁术开始盘算孙坚手中还剩多少兵。洛阳会空置很多年，荒草从宫殿台基的砖缝中长出来，野兔穿行于太庙残垣。7年以后，曹操把颠沛流离的汉献帝接到许县，东汉朝廷才重新有了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